今日嘅焦點新聞有：休班華人警察因交易紛爭打死19歲賣家，被判襲擊罪；加拿大郵政宣布解僱部分罷工員工；移民部長預計出年將會有490萬名持臨時簽證嘅居民離開加拿大。即刻訂閱我哋，每日緊貼多倫多新聞。一名多倫多休班華人警官因為參與一單交易糾紛，一名19歲少年喺事件中身亡，涉事警員被判襲擊罪，但係未被判定造成受害者嘅死亡。案件發生喺2021年4月，當時警官本寧同19歲嘅賣家費西喺二手交易平台 Kijiji 約定咗以400蚊交易一塊蘋果手錶。交易之後，本寧發現手錶係假貨，並向賣家追返款項。而賣家費西喺逃跑嘅過程之中，遭到本寧嘅同事歐先生追捕跌倒，而費西喺事發嘅幾個鐘之後，因為頭部受傷而去世。法庭認為歐先生嘅行為過度而且唔合理，而且喺未表明身份就進行追捕，佢所使用嘅武力亦都同行動目標唔成比例。歐先生最初被控過失殺人罪，但係由於冇辦法證實費西嘅死因同歐先生嘅行為有直接關係，後來被降至為襲擊罪。歐先生目前仍然處於帶薪停職嘅狀態，判刑聽證會將會喺2025年嘅1月舉行。多倫多警察協會已經表示會繼續支持歐先生，確保佢獲得公平嘅對待。加拿大郵政發言人 Lisa Liu 證實咗加拿大郵政已經採取行動，解僱咗部分罷工嘅員工。佢提到公司已經通知員工集體協議唔再生效，佢哋嘅僱用條件已經根據加拿大勞工法嘅相關規定發生變化，特別係涉及有關停工通知嘅部分。較早前，加拿大郵政曾經發布停工通知，但係表示並唔打算俾員工停工，而係表示呢份通知可以令公司喺營運方面作出調整，以應對罷工嘅影響。有勞工與就業律師指出，今次嘅解僱行動係前所未見，可能會引發工會嘅法律抗議。喺11月15號開始，就有超過55,000名嘅加拿大郵政員工發起咗全國性嘅罷工，佢哋要求提高工資、改善福利同埋工作條件。隨住黑色星期五同埋網絡星期一即將到嚟，罷工已經對郵政服務構成嚴重嘅影響，導致超過1100萬件包裹未能如期送達。上個禮拜，加拿大郵政公布咗佢第3季嘅財報，根據報告顯示，佢哋嘅稅前虧損達到3.15億加元，反映公司嘅財務壓力日益加劇。加拿大移民部長米勒近日表示，預計出年將會有490萬名持臨時簽證嘅居民將會喺簽證到期之後離開加拿大。保守黨議員克米克就問題質問米勒，政府點樣可以確保呢啲簽證即將到期嘅居民會按時離開加拿大？米勒回應話，呢啲臨時簽證持有者喺入境嘅時候已經承諾會喺簽證到期之後自願離境。佢又話，政府將會同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合作，對唔遵守移民法規嘅人進行調查同埋起訴。而針對國際學生嘅問題，米勒表示，除咗離境之外，學生仲可以選擇續簽學習許可證，又或者喺畢業之後申請工作許可證，以延長佢哋喺加拿大嘅居留時間。佢透露，越嚟越多國際學生淨係提交緊庇護申請，聯邦政府計劃喺未來幾個禮拜內對移民同埋庇護系統進行修正。聯邦政府早前宣布將會削減移民限額，而根據最新嘅計劃，永久居民嘅目標將會喺每年50萬人減少去到39.5萬人，而且喺2027年計劃進一步減少去到36.5萬人。臨時居民嘅數量亦會預計喺未來幾年減少。萬錦市警方喺11月26號成功逮捕3名男子，呢3個人涉嫌喺9月5號凌晨喺萬錦市進行持械入屋爆竊。事件發生喺 The Bridal Walk 同埋 Castlemore Avenue 交界嘅一處住宅，3名嫌疑人闖入屋內強行索要車匙，當時屋裏面有4名成人同埋2名兒童，事件中冇人受傷。
警方表示，事發當時2名嫌疑人乘坐被盜車輛逃逸，另外2名則駕駛原來嘅車輛逃離現場。警方之後喺多倫多嘅3間住所執行搜查，同埋揾到3架被盜車輛。被捕嘅3名嫌疑人中，其中1名被控多項搶劫罪同埋犯罪所得財產罪，佢喺事發嘅時候正處於保釋期間。其餘2名嫌疑人面臨多項與犯罪財產相關嘅指控。而仲有1名嫌疑犯仍然未被緝拿歸案，警方認為呢3個人可能仲涉及其他嘅類似案件，包括10月20號列治文山嘅入室爆竊案。安省新民主黨呼籲省政府支持一項私人草案法案，將9月30號定為安省嘅真相與和解法定假期。法案名為《原住民寄宿學校反私日法案》。由新民主黨省議員馬馬夸喺11月初提出。馬馬夸表示，佢仲未直接聽到保守黨政府會唔會支持該法案。佢呼籲省長福特督促佢嘅省議員投票支持法案通過。馬馬夸對記者表示，如果法案獲得通過，9月30號將會成為反思原住民寄宿學校系統嘅日子。佢又話，如果真正在乎和解同埋本省嘅原住民，就應該支持呢項法案。9月30號已經被定為全國嘅真相與和解日，又稱橙3日。聯邦政府喺2021年將佢定為聯邦法定假期，以回應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嘅94項建議之一。目前，卑詩省、曼省、愛德華王子島、西北地區同埋育空地區已經將其定為法定假期。多倫多今晚氣溫最低-1度，濕度55%。聽日日間有飄雪，氣溫最高2度，最低-2度。星期六日間有飄雪，氣溫最高2度，最低-2度。星期日日間有飄雪，氣溫最高2度，最低-2度。今日大多倫多地區平均油價153.9仙，聽日跌1仙到152.9仙。我哋已經開咗會員功能啦。加入會員就可以支持我哋，每日用廣東話為大家報道加拿大新聞，請大家多多支持。歡迎提供一手新聞材料，報料一經採用，你可以獲得10蚊 TNT 或者 Amazon 嘅禮品卡，可以透過以下嘅電郵、WhatsApp 或者微信相關嘅影片同資料俾我哋。